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缔造者都免不了要面对两大问题：创业和守成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问身边的大臣说：“创业和守成哪一个更难？”对此呢，房玄龄说：“国家创立需要与天下群雄征战，所以创业更难。”而魏征则说：“自古帝王往往在艰难中取得成功，而在安逸的环境中走向失败，所以守成更难。”李世民听后觉得两位大臣说的都有道理，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，说创业虽难，但已然是过去的事情，守成的难处却是现在所要认真慎重面对的问题。唐太宗本人啊，似乎更倾向于后者，毕竟对于一位已经成功创业的帝王而言，怎么样守住江山才是最为重要且现实的事情。类似的君臣对话在五代时期也有过一次。后唐的同光3年，也就是公元925年，已经做了2年多皇帝的李存勖，因为暑热难耐，想要盖一座高楼去避暑，于是向他的心腹重臣郭崇韬询问，说：“我当年啊，在黄河之畔披铠跨马与梁军交战，即便严寒酷暑也不觉得辛苦，现在住在深宫之中，却仍然感到难受，这到底为什么呢？”郭崇韬回答得很是明白透彻，说：“陛下您当年啊，心里想的是天下，现如今想的是自己，艰难和安逸的环境不同，考虑问题也就不一样了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但还是希望陛下您不要忘记创业时的艰辛，保持当年黄河苦战的雄心，自然就不会觉得天气炎热了。”李存勖听后默默无语。那么对于郭崇韬的一番劝告，他有没有听进去呢？答案是并没有。转回头他就把用来避暑的高楼建了起来。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，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系列节目的第7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有关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，我们已经在前面几期视频当中聊过了，从他继任晋王到建立后唐王朝的一段历史。百战灭梁，称霸中原，却在称帝刚刚3年的时候众叛亲离。前面说过了他是怎么来的，今天来说说他是怎么没的。攻占了汴梁之后，李存勖先后向3位功勋卓著的大臣郭崇韬、李嗣源、朱有谦授予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奖赏——丹书铁券。丹书铁券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特级军功章或者是免死金牌。以李存勖授予的3个丹书铁券为例，犯了死罪可以赦免10次，拿着这么一块铁皮就相当于有11条命。那么到底管不管用呢？至少对于李存勖授予的这3个人而言，作用极其有限。有2位后来被灭族，1位后来发动了兵变造了反。唐末时期的钱镠也曾因功被唐昭宗授予丹书铁券，他的后人到了明朝还曾凭借这个铁券免除了抄家之祸。唐朝的免死金牌到了明朝还管用，那么一时传为佳话。钱镠的铁券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机会去看看。话说李存勖灭梁之后，周边的割据势力中，楚王马殷派遣他的儿子马希范前往汴梁拜见庄宗，并交出了洪州、鄂州的行营都统大印。荆南节度使高继昌得知后梁灭亡，为了避李存勖祖父李国昌的名讳，特意改名为高继兴，并亲自入朝拜见。后来在侥幸回到荆南以后高继兴对部将们说过这么一番话，说新主百战方得河南，却对一众功臣夸耀自己手抄春秋，又竖手指说我于指头上得天下。此人如此自高自大，把功臣们的功劳全然不顾，而且游猎旬日不回，国家岂能长久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有了这么一番判断，高继兴开始在荆南修缮城防，囤积军粮，招来后梁的老兵，加强战备。说这庄中李存勖平生有着比喝酒抽烟烫头玩得更嗨的3大爱好：一是打仗，2是打猎，3是唱曲演戏。灭梁以后不用他打仗了，就把大部分的精力转移到了后2件事上。李存勖是自幼通晓音律，喜爱曲艺，因此很多伶人得到了他的宠爱，经常侍奉在他的身边，甚至他本人时常画上戏装，被伶人们簇拥着绘声绘色的尽情表演，这让他的生母曹氏很是苦恼，
然而，无论是来自母亲的责备，还是10余年的战场厮杀，都没办法磨灭他对演艺事业以及那些男性艺人们的痴迷。之前忽柳碑战役中，一位名为周匝的伶人被梁军俘虏，等到灭梁之后啊，这个周匝拜谒于马前，李存勖见他安然无恙，很是高兴，赏赐给周匝令人眼红的大量金银绸缎，又答应将刺史的官职安排给周匝在梁朝时的2个恩人。郭崇韬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，说：“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，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”这件事啊，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周匝再次向庄宗提出请求，庄宗找到郭崇韬说：“我已经答应周匝了，以至于我见到他们3个人啊都不好意思。你说的话自然没错，但好歹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勉强一下满足他们吧。”郭崇韬无奈之下只能照做。作为市镇的行政长官，刺史在当时拥有绝对的实权，至少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，刺史通常都是通过军功才能获得。让没有教育和从政背景的伶人来当刺史，很明显破坏了这一早已潜移默化的规则，这让很多身经百战的亲军开始心存不满。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，伶人和乐工啊，大都来自于遭受歧视的家族。和我们当下的认知有着很大不同的是，这些人往往会被视为工匠而非艺术家。尽管没有文字的依据，喜好音乐和表演啊，在当时的沙陀文化中很可能广泛存在。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包括李克用在内的2代晋王都会在家人和军队面前一展歌喉，而不用担心会被下人瞧不起。除了唱曲儿看戏，李存勖还特别喜欢打猎，野鸭呀和大雁是他的最爱。说有这么一次啊，庄宗李存勖来到中牧打猎，从计踩坏了百姓的庄稼。中牧的县令跑到庄宗的面前劝谏说：“陛下您是百姓的父母，怎么能毁坏他们的口粮，令他们辗转于沟壑之间饿死呢？”庄宗当即大怒，喝令让他闪开，还打算杀了这个县令。伶人敬心魔在旁边见状，正话反说，假装斥责这个县令，说：“你身为县令，不知道天子喜欢打猎吗？知道为什么放纵百姓耕种田地，还向朝廷交粮纳税呢？你为什么不让百姓去挨饿？为什么不直接把田地空出来，好让天子打猎？你这人啊，罪该处死。”敬心魔的一番言语反倒把李存勖逗乐了，这名县令也因此得以免死。敬心魔这个人物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啊，对他抽过李存勖一巴掌有所介绍。应该说这个人本质上并不坏，就是仗着李存勖的宠信，时不时的耍点小聪明，而这种小聪明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。李存勖爱好打猎，所以养了很多恶犬。有一次呢，敬心魔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其中一只狗追着咬，他一边躲一边朝李存勖喊道：“陛下，您不要放纵儿女咬人。”沙陀人啊，最忌讳以狗相称。李存勖闻言大怒，弯弓搭箭就要将其射杀。敬心魔连忙高呼说：“陛下不要杀我，我和陛下为一体，杀之不祥。”李存勖一愣，询问缘由。敬心魔回答说：“陛下开国用的年号是同光，天下之人都称陛下为同光帝，同就是同。如果杀了我敬心魔，那同啊就无光了呀。”一番巧言把庄宗李存勖说的是哈哈大笑，就此就放了这个敬心魔。结合前面有所提及的李存勖同光一朝的施政啊，有这么几个关键：一是用人不当，二是贪婪成性，三是追求奢靡，四是放任伶人和宦官擅权乱政，五是结怨于民，师抚将士。黄巢之乱啊，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氏族势力彻底打垮。到了李存勖这里，却开始鬼使神差的特别看重人的家世门第。后唐建国在宰相的人选上，他没有重用功臣良将，而是以前朝士族为必要条件。最终李存勖选中了窦卢阁和卢成，这俩人无一例外全都是昏庸无能之辈，说起空话大话一个顶俩，真正面对国家大政的时候只能干瞪眼。这种只讲门第不讲才能的用人政策，完全是末世的做法，全然看不出是出自一位开国君主之手。
好在李存勖在宰相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一个重要机构枢密院，让宰相的权力大打折扣的同时呢，也为后来的数百年国家最高职能部门奠定了基础。枢密院的枢密使郭崇韬堪称当时李存勖手下首屈一指的谋臣，无论是大败契丹收复郑州，还是夹河苦战闪击汴梁，乃至后来的伐灭前蜀，李存勖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了他的临机决策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受到李存勖用人导向的影响，郭崇韬也在立国后以郭子仪后裔自居，从此装腔作势，到处讲究门第。有人提出升官的请求，他酸溜溜的回绝说：“深知你颇有功勋，可惜门第寒微，不敢相用，否则恐怕要被名流所笑。”做不到官的人怨郭崇韬，有权势的伶人宦官也怨郭崇韬，而郭崇韬又偏偏是想把国家办好的人，久而久之导致他在政治上逐渐被孤立。这些问题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李存勖本人用人不当，没有章法。同光施政的第二个关键是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庄宗本人十分贪财。从前有张承业稍加约束还好一些，张承业死了以后，当上皇帝的李存勖在宦官们的建议下，将朝廷的收入一分为二，州县上缴的赋税交到国库，方阵进贡的则送入内府，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仓库。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是州县上缴的赋税有限，国家开支呢又非常庞大，从而导致财政时常处于枯竭的状态。而内府的财物即便堆积如山，皇帝也不愿拿出私房钱来救急。钱不够用，有关的部门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，甚至不惜以高利贷的方式赚取额外的收入。有关以礼物的形式行贿，从而谋取自己的利益，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政治常态。聪明而成功的统治者，比如唐太宗，会专门设定一个原则来加以约束，遏制一些过分的诉求。而同光一朝很明显并没有明显制定过类似的反贪政策，或者设定一个限度，这就直接导致了官员们的腐败成性，老百姓民不聊生。除了自己贪财，李存勖还默许他的夫人刘氏以及伶人宦官收受贿赂。灭梁之后，原来梁朝的一些旧将，比如袁象先、段宁、温韬等人，全都不惜重金买通刘氏以及伶人宦官，以此免罪，并获封新的官职。段宁就是咱们在上一期视频当中提到过，扒开黄河水造成巨大人为灾难的那位。他的投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李存勖。然而在其之后的泰宁节度使任上，只1个多月的时间就挪用了国库的钱财数十万，花哪儿去了不知道，反正钱是没了。有司要求段宁偿还债务，但庄宗坚决免除。郭崇韬出面顾请，认为不能开这种先例，结果庄宗直接急了，吼叫道：“在你那些个条条框框面前，连我都要缩手缩脚。”段宁的数十万欠款就此不了了之。和历史上很多荒主一样，一步步作死，自然少不了追求奢靡和放荡。同光3年晚春，皇宫的宦官们开始传言夜里有鬼魂游走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宫里人少，缺少人气儿。在他们的怂恿下，不顾建国初期政局不稳，经济境况窘迫，庄宗下令到各地采择了3000个民间女子以充后宫。由于执行过程强硬，导致底下的官吏怨声载道。再有就是大兴土木，修建新的宫殿楼宇的工程日益万人，所费巨万。对于天子而言，军事讨伐也好，大兴土木也好，亦或妻妾成群，荒淫无度，究其根本都是通过对人力物力的把控显示其强大的权力。而这其中的快感也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或精神层面的愉悦可比。这样一个怪圈让很多突然登上大位的人欲罢不能，难以跳脱。李存勖也是如此。后唐在建国时宦官的数量在500左右，随着大量的宦官被委以重任，引以心腹，这一群体快速增至近1000人。伶人乐工要更多一些，总数在1000多以上。前面提到的敬西魔其实还算好的，真正乱政最厉害的另有其人，比如景进，官至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。这是同光一朝中伶人乱政的典型。景进喜欢把自己在民间听到的事情，不论大小好坏，全部禀报给庄宗，
庄宗呢也想知道民间的一些动向，也就乐于让景进充当自己的耳目。一来二去，这景进开始有机会干预政事。李存勖遇到一些军国大事，也总是征求他的意见。前面提到过的后梁降将段宁，就是通过景进才当上的泰宁节度使。后梁的另一员降将温韬，早年是盗墓贼，机缘巧合当上了节度使，领着人把唐代帝皇的陵墓大肆盗掘。投降后唐之后呢，温韬担心被翻旧账，于是就带着大量的钱财入朝，贿赂后宫的刘夫人、伶人、宦官们。入朝10几天，就安然无恙地返回本镇，继续当节度使。应该说，宠信出身卑微的伶人和宦官并非李存勖的原创，究其根本是同光皇帝想要利用自己的亲从势力制约藩镇，从而实现皇权专制的目的。可惜的是，这一策略显然损害了包括代北救人在内的朝臣将领的根本利益，割裂了原本不可分割的创业基本盘。当初在魏州把杨氏后的银枪校节都收编为亲军，这支8000人的军队勇悍无敌，屡立殊功。李存勖曾许下承诺说，灭梁之后一定对他们大加奖赏。然而建国后，因为国家经济凋敝，国库空虚，这些将士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赏赐和安抚。到后来又赶上灾年，军事乏食，甚至出现了顾妻育子的情况。皇帝的亲军尚且如此，其他的部队就更不用说了。综上所述，因为建国后一系列的倒行逆施，国内各种矛盾的迅速激化，最终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巨变。同光3年的4月，庄宗李存勖派遣李严出使前蜀，探查蜀国的国情。李严在回到京师之后，将蜀中情况对李存勖做了如实禀报。相比已经乱成一锅粥的后唐，蜀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前蜀的后主王衍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物，长得是十分的周正，一脸的福相，方脸大口，垂手过膝，侧目能看见自己的耳朵，有一定的学问，写的一首虚浮艳丽的诗词。当太子的时候在其父王建的张罗下迎娶了兵部尚书高知言的女儿。可是王衍本人对这位高小姐并不喜欢，后来连招呼也不打，直接退货，把高小姐遣返回了娘家。老丈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，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突然看到女儿被女婿给遣返回来了，脑袋一歪，栽倒在地，而后绝食而死。蜀中地区因为战乱较少，经济发达，百姓富裕。王建还在世的时候国内有段时间流行戴一种小帽，只能盖住头顶，一低头就掉下来那种，时人称之为微脑帽。王衍认为十分不吉利，他自己喜欢戴大号的大帽子，后来就下令禁止民众戴小帽，全国都戴大帽子。蜀国的宫女喜欢戴金莲花冠，身穿道士服，酒醉后呢，发髻摇落，面涂红粉，号称醉妆。一时间，蜀中的大姑娘小媳妇争相效仿。王衍本人有一个爱好，喜欢用丝绸架起屏障，在屏障里面踢球，还命人把丝绸铺满山谷，时间久了，这个丝绸破败了，再换上新的。王衍有时候就到丝绸布置好的山里面去休闲度假，宴请群臣，有时候10几天不下山，山前挖一条小河直通皇宫，有时候夜里回宫，让宫女们手持1000多根蜡烛，把水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除了文学创作、时尚点评、景观设计，王衍还喜欢搞发明创造。正常的马车有1根横轴2个轮子，王衍发明了一种4根横轴20个轮子的平板大车，前面用骏马牵引，来去如飞，名为流星辇。我估计这哥们要是放到现在好好培养培养得是个造飞机的好苗子。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二世祖，年少荒淫，贪图享乐，再加上身边一群奸佞小人，完美组合成了一支自取灭亡的团队。同光3年这一年的气候十分极端，先是干旱，而后又有洪涝，从6月开始下雨，一连下了70多天，江河泛滥，百姓遭殃。9月初七，庄宗召集大臣们商议伐蜀的事宜。宣徽使李少红举荐段宁挂帅，他说这段宁是盖世奇才，堪比孙武吴起。这一提议很快被郭崇韬一口否决，他说段宁亡国败将，奸诈谄媚，无与伦比，此人不可用。众人于是又推举了李嗣源，
郭崇韬认为契丹犯边全以总管镇御，他提议说呀，魏王李继吉德望日隆，还没建立大功，请陛下依照旧例任其为帅，讨伐西川，以成就其威名。这里的魏王李继吉是李存勖的儿子，而且是他和刘皇后的嫡长子，很可能是未来的储君。现在放出去历练一下，既能够积累一些战功，又能树立威信。于是呢，李存勖下令以魏王李继吉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以郭崇韬为副都统，调发亲军6万进讨西川。9月18大军开拔之际，李存勖在嘉庆殿为征西诸将摆酒壮行，期间动情地对郭崇韬说，既及未袭军政，你一直跟从我南征北战，西面之事就拜托给你了。郭崇韬趁机举荐了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以此报答过去孟知祥对他的知遇之恩。伐蜀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。李继吉虽然是名义上的大军统帅，但实际一路上的军政要务全都由郭崇韬一手裁决。大军以康延孝和李严为先锋，势如破竹，由大散关一路南下，先兵不血刃拿下了凤州，又轻松夺取了兴州和成州。蜀国的一支主力军在三泉与后唐先锋部队展开激战，结果是蜀军大败，被阵斩了5000多人。10月初七，原本想去秦州游玩的王衍于途中返回成都，面对后唐大军长驱直入，小发明家王衍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当着群臣的面不停地哭泣。2天以后，康延孝领兵来到利州，沿途城镇望风投降。随后不久，郭崇韬以西川节度使的官职诱降了王衍的近臣王宗弼为内应，兵不血刃拿下成都。王衍的投降仪式在成都北郊举行。史料中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，说这王衍坐着竹轿来到升仙桥上，他穿着素白的衣服，脖子上拴着一根草绳，嘴里叼着碧玉，手里牵着绵羊，身后有人抬着一口棺材。蜀国的一众文武百官身穿麻布丧服，光着双脚，哀哭嚎叫，等候发落。魏王李继吉接受了碧玉，郭崇韬解下王衍脖子上的草绳，又命人烧掉棺材，代行皇帝职权，暂时赦免了王衍君臣的罪过。后唐接管了前蜀的10个军镇、64个州、249个县，3万精兵，铠甲、武器、钱粮、金银、丝绸上千万。前蜀政权从王建建国开始，一共续存了19年，至此灭亡。从出师到克蜀前后只用了70天的时间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。拿下蜀国，实际指挥者郭崇韬立下了不世功勋，而平定西南像极了后唐王朝的回光返照。郭崇韬本人也即将在我们的故事中领取那份只属于他的盒饭。后唐灭蜀可谓神速，然而就在这短短的70天时间里，后唐将帅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迅速的加剧。前蜀的文武大臣们纷纷献出财物美女，重点巴结郭崇韬及其子郭廷惠。每天来拜见的各方宾客穿梭其门，人声鼎沸。反观魏王李继吉，除了每天清晨有一些大将例行拜谒之外，其余时间几乎门可罗雀，无人理睬。这让宦官监军李从禧等人很是不满。郭崇韬和宦官伶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，双方积怨很深。而庄宗李存勖和这位股肱之臣的关系也早已不像灭梁之前那样牢靠。李存勖在魏州称帝之后，对于皇后的人选一直迟疑不定，他本人更倾向于出身寒微的刘氏，也就是魏王李继吉的生母。但是大臣们认为刘氏风评不佳。刘氏这个人长得很漂亮，而且能歌善舞，但是有一个贪小便宜的缺点。当初还在魏州的时候，曾派人以他的名义到街市上叫卖柴草果品，刘氏呢借此敛财。按理说这样的过往是很难当上皇后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身为后唐第一重臣的郭崇韬，为了个人权势地位，力主册立刘氏为皇后。尽管是一次政治投机，奈何刘皇后对郭崇韬并不领情，双方因为一个小县令的出现结下了怨恨，甚至让郭崇韬与皇帝李存勖之间也产生了很深的矛盾。这个小县令叫罗贯，罗贯是进士及第的出身，原先呢是礼部员外郎，
后来被郭崇韬一手提拔为河南令。罗贯为人强直，正身奉法，不避权豪。李存勖宠信伶人和宦官，但是罗贯对灵宦所托一律不予理会。河南尹张全义看不惯这个性情耿直又不依附自己的小县令，于是呢，到刘皇后那里打起了小报告。这个张全义啊，咱们在之前也介绍过，朱温掌权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朱温把他全家妻女全部奸污，他仍然能劝说儿子昔日大恩不能忘。李存勖8日定大梁之后，张全义是拟手戴罪，后来又劝说了李存勖定都在了洛阳，再后来呢，被刘皇后认作了干爹。这小县令啊，不知不觉中得罪了张全义，又有皇后和伶人宦官全都看他不顺眼，结局已经可想而知。说有这么一天啊，庄宗李存勖外出视察工作，来到洛阳西南的寿安，因为道路泥泞，桥多坏，将县令罗贯投入监牢，转一天就下诏要杀了他。郭崇韬出面求情说，罗贯没有修桥铺路，的确有错，但是罪不至死啊。李存勖一听这话，当时就发了火，太后凌驾将发，天子朝夕往来，桥道不修，你跟我说他没有罪，我看你们根本就是同党。郭崇韬没有让步，进而又说，就算罗贯犯了死罪，也应该移交相关司法部门一律处理。陛下以万乘之躯和一个县令过不去，会让天下人说陛下执法不公。李存勖听了这话，火更大了，甩下一句既亲所爱，任卿裁决，起身就丢下郭崇韬走了。郭崇韬赶紧跟着想要继续解释，李存勖呢根本不给他机会，进了自己的寝殿，还随手关上了门，把郭崇韬晾在了门外。可怜了秉公执法的小县令罗贯，最后还是被处死，尸身还被摆在府门前示众。这么一件事儿，也让郭崇韬把皇帝、皇后、伶人、宦官全都得罪了个遍。到了灭蜀之后，李存勖派遣宦官向延嗣带着诏书来到蜀地宣旨，命令郭崇韬交出蜀中大权，班师回朝。奇怪的是，郭崇韬不仅没有出营钦差，反而似乎完全没有想回去的意思。向延嗣回京复命，将蜀地的情况向庄宗禀报。刘皇后担心自己的儿子安危，赶紧跑到庄宗的面前哭诉，请求庄宗早早救儿子一命。恰好这时候，李存勖看到了向延嗣带回来的蜀国国库账簿，他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，都说西川金银珠玉不计其数，怎么账上明显少了许多呢？向延嗣从旁趁机解释道，臣问蜀人，至蜀中宝货皆入重涛之门。这句话可太要命了，他起码传达了3点信息：一是向延嗣他发现了账目问题，二是经蜀人口中得知并非他编造，三是郭崇韬中饱私囊。这还没完，他接着又狠狠补了一刀，说他们说崇韬啊得金1万两，银40万，王衍爱计60，月供100，西域贷100，其子郭廷惠自有金银10万两，西域贷50，艺伎70，月供70，轮到魏王只得到了一些马而已。这一番话当时让李存勖怒形于色。几天以后，新任的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准备赶往蜀中赴任。临行前，李存勖交代他说，郭崇韬好像有了2心，你去了帮我杀了他。孟知祥回答说，崇韬国之勋旧，不宜有此，等我去了调查过之后，没什么情况就让他赶紧回来。李存勖点头答应了。孟知祥走了以后呢，李存勖还是不放心，又派宦官马彦圭火速赶往成都彻查，并嘱咐他，如果郭崇韬依令班师，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就和魏王李继吉一起杀了他。马彦圭接受命令，并没有马上出发，而是来到后宫面见刘皇后，说蜀地危急，当断不断，必生后患，一旦发生变故，岂能到3000里之外的洛阳进行禀报啊？刘皇后又到皇帝那里去讨说法。李存勖说，传闻之言不知虚实，岂能匆忙决定。刘皇后紧跟着退下，在皇帝那里没能如愿，他就以自己的教令命令李继吉直接诛杀郭崇韬。几天以后，人在成都的李继吉收到了刘皇后的教令之后说，大军即将班师还朝，其人并无异常，岂能干出此等负心之事？况且没有皇帝的圣旨，仅凭皇后教令就诛杀大臣，这怎么可以呀？
以李从锡为首的一众宦官为他分析利害，李继吉最终呢还是勉强答应了。转一天的清晨，李继吉躲在一处高楼中，命人召见郭崇韬议事。郭崇韬完全蒙在鼓里，刚刚抬脚上台阶，就被人从后面一铁锤打碎了脑袋。一代名臣就这样死掉了。从20岁上下在代北雁门投效河东开始，此后的40多年，一直到死，郭崇韬尽忠于沙陀李氏，军筹计划多所参决，艰难战伐弥所不从。就五代史说他扶秦进节，左右王家，草昧艰难，功无与比。这个人不是没有缺点，他玩弄权术，甚至也有过受贿的行为，但是生逢乱世，功大于过，可惜了这一位王佐之才。郭崇韬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也都相继被诛杀，郭氏父子几近族灭。然而这仅仅是个开端，李存勖的五弟郭崇韬的女婿，当时的穆王李存义也因此受到牵连，在不久后先被幽禁，而后被杀。河中节度使后梁降将朱有谦因为宦官的构陷，惨遭灭族。在平定蜀中的过程中，立有头功的大将康延孝因为郭崇韬、朱有谦发生变故，产生恐慌，在班师的途中自建州拥兵西还，造了反，最后被孟知祥的大军剿灭。李存勖派宦官向延嗣将康延孝带到西川的边境斩首。康延孝的一位部下后来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取回了他的首级，葬在了今天的陕西临潼。监斩康延孝的宦官向延嗣此行还有第二个任务，赶往长安杀掉蜀国的前王室成员。王衍是在同光4年正月初3离开成都的。一行人包括王衍的妻儿老小，其他的王室成员，以及一部分文武官员，还有奴仆佣人，加在一起有数千人之众。庄宗李存勖甚至诅咒发誓，强调绝无加害之意，日月星辰为证，我一定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，一言既出，绝无反悔。本来计划是赶往洛阳，到了长安之后呢，来了新的诏令，让他们原地待命。这一等就等来了杀头的消息。诏令的原文是王衍一行并行杀戮。大太监张居翰看到后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在大殿的柱子上刮去行字，改成了王衍一家并行杀戮。一字之差，百官和奴仆们1000余人因此得以幸免。临行前，王衍的母亲哭喊着：“我儿子以一国迎降，却惨遭灭族，信义尽弃，李存勖，你的报应不远了。”同光4年的2月，一个名为黄甫辉的魏州军卒改变了历史。因为赌博输了钱，气急败坏，铤而走险，他纠集了一帮人，杀掉部将杨仁胜，推举皮将赵在礼为头领，连夜焚毁了贝州，又攻入魏州，大肆劫掠。来到一户人家，黄甫辉问起来说：“你们家姓什么呀？”那家人回答说：“姓国。”黄甫辉说：“我正要破国。”随后把这一家人全部杀光。又来到一家，问说：“你们家姓什么呀？”这家人说：“我们姓万。”黄甫辉说：“我杀万家就可以了。”接着又杀了这一家人。魏州兵变很快产生了连锁反应，河朔地区多地接连叛乱。李存勖不得不派出李嗣源前往平叛，可是李嗣源兵临魏州城下之后，他自己的部队也紧跟着发生了兵变。乱兵直逼中军大营，李嗣源披挂上阵，率领亲军迎战，但是乱兵的攻势猛烈，李嗣源无法抵挡，于是在阵前大声地斥责这帮乱兵：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乱兵们回答说：“我们跟随主上10年了，身经百战才取得了天下，今主上背信弃义，杀伐立威，就现在魏州城里这些兵卒，只是因为想家，主上却不予赦免，还说克城之后要尽数坑杀魏博之军。我等本无叛心，但我们也是人，也怕死，我们决定联合魏州城里的人，请当今皇上当黄河以南的皇帝，由令公您当河北的皇帝，为军民做主。”李嗣源哭着劝说，但乱兵们不从。无奈之下，李嗣源只能说：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就随便吧，我自己回京师请罪。”乱兵们纷纷抽刀围住他，不让他走。李嗣源只能跟着乱兵入城。城中的形势估计没那么乐观。李嗣源随后又以收敛残众为由出城，来到魏县。在大将李绍贞和中门使安重会的劝说下，李嗣源昼夜兼程，领兵南下。
史书当中将其记载为意图返回京师面见天子，以洗清自己的罪名。但是人在魏州却没有对叛军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，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。这个时候，人在洛阳的庄宗李存勖因为军粮不足，下令提前征收赋税，弄得是民不聊生。有关部门因为没有储备，只好克扣军粮，军营里由此流言四起，士卒们牢骚满腹。朝中的百官上书奏请皇帝，如今国库空虚，陛下宫内库房还有很多财物，军士们家境贫寒，无法度日，有的人甚至抵押了老婆卖了孩子，如果再不赈济，恐生变故，等过了灾年再把财物送回内库。庄宗想要答应，可是刘皇后却说，我们夫妇君临万国，虽是凭借武力取得的天下，也是天命所归，命既在天，人如我何。宰相们过后又在偏殿向庄宗提及此事。刘皇后派人在屏风后面偷听，过了一会儿，命人搬来了一个梳妆台、3个银盆，外带3个年幼的皇子，然后对宰相们说，大家都说宫中财物很多，实际上各地的进贡早就赏赐下去了，现在就剩下这么多了，请一并卖掉，赈济士卒们吧。宰相看到这样一副情景，也就不再多话，诚惶诚恐地退下了。话分两头，各表一边。在挥师南下的途中，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劝说他，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，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，而他日得保无恙乎？汴梁是天下的中心，请给我300骑兵先去夺取那里，如果侥幸成功，您再领大军随后赶到，这样就可以万全了。突骑都指挥使康义成也说，主上无道，军民怨怒，公从众则生，守节必死。李嗣源由此向各地发布檄文，征调军队，正式发动叛乱。很快，李从珂、王建立等人也都领兵前来会合。历史仿佛重来了一次，像当年李存勖长途奔袭一样，李嗣源再次迅速占领了汴梁。此时御驾亲征的庄宗李存勖率军走到万盛镇，听闻李嗣源已经攻占汴梁，再看看身边的将士全无斗志，他知道自己已经众叛亲离，顿时神情沮丧，登上了一处高坡，说了句我不行了，当即下令班师返回了洛阳。走的时候率领的25000亲军，等回来已经有1万多人脱离了军队。这一年的4月初1，亲军将领郭从谦突然发动兵变，率本部人马与黄甲两军一起进攻攻城的兴教门。当时的庄宗正在吃饭，听闻奏报，马上率领诸王和禁卫骑兵迎战。乱兵被赶出了宫门之后，烧毁了兴教门，再次杀进宫中。庄宗的近臣和亲将们纷纷脱下铠甲，偷偷逃走，只剩下10余人仍在拼死苦战。在激烈的交战中，庄宗李存勖被刘箭射中，伤势很严重。一个名为单友的养狗小吏将他搀扶到将宵殿的长廊下，为他拔去箭头。这一拔箭不要紧，李存勖的伤口处开始大量的流血，怎么止也止不住，胸口又突然的憋闷。李存勖想要喝水，他的刘皇后听说了以后，没有亲自去探视，只是派人送来了奶酪。喝下奶酪不久，李存勖就死掉了，终年42岁。资治通鉴的注释当中写道，酪乳浆也，凡中使任伤血闷者，得水尚可活，饮酪是速死也。东晋的一本医书《肘后救足方》也说，凡金疮去血，其人若渴，当忍之，常用干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，慎勿咸食，若多饮粥备，则血溢出杀人，不可救也。这样看来，李存勖最后的死亡的确和刘皇后所进的乳酪有关。这位英雄天子最后死得很窝囊，也很凄凉。自幼通晓音律，爱好表演，继而宠信迷恋伶人，同时酷爱打猎，又对猎犬钟爱有加。发动兵变的郭从谦原本是个伶人，身边从人四散奔逃之后，只有养狗的小吏单友为他收了尸，并找来了一堆乐器，将其遗体焚化。伶人、狗、乐器3件李存勖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，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这里是烽火照东南，慢聊五代十国的第7集。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，如果喜欢，请帮我点赞。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